我想说，大家都是有选择的。很多时候，我们都以为自己只能是那个不快乐的角色。很多人都会跟我说，我想要记得他，所以我没办法放下他。我就问他，没办法放下他，你不会觉得很难受吗？如果你难过的话，为什么还要一直逼自己记得？但我听到一个我想象不到的答案，他说，有一天我不难过了，我好像就跟这个人没有关系，这是这个人在我身上留下最后的东西。我听了我就觉得很悲伤，你知道吗？虽然不是每一个分开都是快乐，但我现在会觉得说，曾经有一些美好的经验，我们去过的那些地方，我们一起做的事情，我们一起给彼此的成长跟想法的交换，这也是一种记得啊！不是说我今天一定要哭得死去活来，我才叫我爱过，一定要当一个悲剧英雄，我才算谈过恋爱，平平稳稳就不算恋爱，是这样吗？我觉得不一定。这本书最主要想讲一个观念，就是快乐是你自己选的，你愿不愿意这样子想，你愿不愿意看到好的那一面，然后你愿不愿意去探索自己一点，挖掘自己一点，去找到那些可以让自己过得更快乐的方法。本节目由 ZOS 赞助播出 ，ZOS 软胖护不分长短1499。大家好，我是 Elaine， 最短命的网红 ，AKA 全民老干妈。谢谢大家的喜欢，我要开新频道了，请大家多订阅哦。只身不易，十之八九。如果有事来喝杯酒，那今天喝什么呢？今天喝邦尼维尔推出的17号大人饮品，那我们就干杯，人生啊 ，Cheers，Cheers。欢迎来到人生小酒馆。那这单元最主要分享一些有感触的人事物的故事。我是你的人生好伙伴，我是小欧。Hello， 我是 King。Hello， 大家好，我是米露爹爹。那为什么邀请米露来呢？最主要是因为我们前阵子我们录了一集直男的系列，那大家都一直 tag 自己的男朋友，就说啊，就是到底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也有很多的直男朋友就说他交不到女朋友，所以他有一个困扰，也很符合我们今天 King 的一个穿着打扮。我现在学习恋爱了。对，我们今天是来请教那个恋爱大师，教我们怎么谈恋爱的这件事情。欢迎米露，欢迎米露。米露想先问一个问题哈，你是怎么知道你是受欢迎的这件事情？人生第一次觉得受欢迎是什么时候？因为我小时候脸上痘痘很多，我就一直很没自信。那我第一次有自觉是小学有一次户外教学，然后户外教学就是大家会迷路干嘛？然后那时候就有一个爱心妈妈就叫我走最前面，我说为什么我要走最前面？她说你长得比较高，你走最前面大家都会跟着你。第一次人生有自觉意识到我身体上或我性格上有一种优势的存在，因为我从小就长得比较高，我并没有觉得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因为对我来说没有区别。自从那一次之后，我就知道说长得高是一个会被看到的事情。然后在第二次的有这种经验，是我高中去吉他社，我那时候很喜欢听歌听音乐，然后去吉他社我就很认真的练吉。然后有一次办什么校庆小表演，然后我在里面准备的时候，我同学就跟我说：“哎，那外面有学妹说要来找你。”哇！我想说什么意思？所以你的学吉他是因为喜欢音乐，而不是为了把妹去学吉他？我完全不明白为什么有人要把妹然后去做学吉他。以前我们只要学吉他，通常都是为了把妹。我就是那个人，我真的不明白。我就是为了把妹去学吉他。我然后这边学爬格子，然后爬到把手快痛死了。你一次戳到2个人的痛点。我没有说不好，因为大家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他是后天发现自己原来也有优势。那小欧你呢？你以前也是一个受欢迎的人吗？我觉得我不算是一个受欢迎的人，就是喜欢我的人就会蛮喜欢的，讨厌我的人也会蛮直接的，算是这样的个性。那因为这样的个性，第一个我没有像你们2个那么高嘛，对不对？也没有长得帅，唯一的方法就是让自己有自信一点。那怎么样建立自信呢？就是不要害怕失败，你不要害怕被拒绝。你这个会变成是你是主动，这种欢迎其实是被动。King 呢？就刚刚讲的啊，我可以跟你讲，以前就是在一高遮三丑啊，永远排队也是排后面。对啊，还是今天什么校庆什么，你就拿旗子啊。对，就是拿旗子嘛。然后再来就是打篮球，我们那个时候刚好灌篮高手啊，什么基本上，所以打篮球基本上也是受欢迎的。只是后面为什么感觉女生都会比较喜欢弹吉他的男生？那时候只要有会弹吉他的男生，哇，女生就好像都觉得他好像很帅这样子。搞半天我打错球，我去打躲避球。妈，斗球而弹平，我搞错球类了，还要在球上面先画5个火焰。你知道有躲避球是有技术在的。你有认真要解释这件事情？我一点都不想了解。我擅长是躲，及时反应速度很快，所以我几乎可以活在场上，几乎活到最后的几率算蛮高的。就是谢谢你的资讯。对，但是这不重要，这个对追马子一点都没有屁用。所以以前人家常讲，努力没有用，方向要对才有用。
问一下，就是说，像因为你们两个先天上就有一个优势在嘛，那你们有没有做了一些后天上的努力，让自己在更多一些异性缘的部分？我一直在想，很多人喜欢这件事，需要透过特别去做一个什么事达到的嘛？因为我刚才在外面聊天，那这个想法还是在我脑子里面，我没办法回答这件事情。乔文，你今天问我说，你有特别为了讨女生喜欢去做什么？我讲不出来。我觉得每个我喜欢的人都是特别的，他并没有办法套了一个什么公式。如果真的要讲，就是我觉得去设身处地的去试试看他在想什么。同理这件事情上，是我成长过程中我发现我拥有的特质。就比方说，你开心你难过，但大多数的人他不知道他此刻难过或开心是什么，他只知道我现在很难过，我一直哭。但是我可以感受得到为什么，我可以去帮你。比方说你跟你女朋友分手，但是我会问你，你是觉得你是因为舍不得，还是你觉得他其实没有很好，还是你比他好，但是他抛弃你，你觉得不甘心，还是你觉得遗憾？这是不一样的情绪，但大多数人不会去分别。但因为我有这个能力，所以很多朋友会来找我讲心事。那我是在这个过程中慢慢知道我有这个特质。我从刚刚录影，包含我们刚刚在外面到现在，就发现他有一个很猛的特质。怎样猛？这是一般女生会喜欢。你讲话超好听，他的声音其实很好听，就是你眼睛闭着听这个声音，有点像以前那李济准，就声音有点低沉，然后又厚实，然后听起来又感觉让人家觉得有一种信任感的感觉。数学是这样说，他就说讲话越快的人越没有自信，讲话越慢的人其实是越有自信。但我前阵子我拍一个其他线上课程影片，然后那课程是教女生帮女生打手枪的课，我就问那个来宾说，你到底有什么秘诀？你觉得怎么样看起来性感？他说一个非常有道理的话，他说没有男生喜欢风风火火很急的女生，女生就是慢下来的时候才会有空间，才会有味道，才会吸引人。我瞬间就会觉得有道理。然后我问他说，那放电怎么放？他说你把呼吸变慢，讲话变慢，你本来正常呼吸你数1到5秒，然后看着对方，盯着他，什么都不要做，然后我就领悟了一些什么。我好像懂了些什么，好像懂了些什么，好像开窍了什么不该开窍的东西。每次都被网友攻击说我讲话太慢，可是你刚好符合现在趋势啊。我今天还有看到另外有趣的叙述，他在讨论怎么样是真的帅或美。第一个他讲的事情是，当这个人花越多的精神、体力跟金钱在其实没有作用的事情上的时候，他就越美。比方说什么美白，它其实跟生存无关，但他很白，代表他不用工作，所以大家会觉得他美。然后皮肤很好，皮肤很好代表他不用风吹日晒，那其实对生存也没有作用，那他就是美。他越弱不禁风，越这个纤细，就代表他不用去工作啊干嘛，他就是美。有没有点道理？你愿意专注在那个跟生存无关的事情上，然后他做得越好的时候，大家觉得他越美。我这边来问一个，就是比如说我们这边有3个男生，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如果男生要受欢迎，很多有一些直男有困扰，就是我到底应该怎么样增加我的异性缘？我们如果各给一个我们观察或者是我们经验来，我觉得男生没有什么好抱怨，你要就是扛，要么就是改，你抱怨没有人会帮你。所以就是比如说比较敢于承担责任的男生，一般也会对女生比较有一点吸引力。我觉得是的。比如说我跟你第一次见面，那我怎么知道你是爱抱怨或不抱怨的这个东西在？其实蛮快的，就是喜欢抱怨的人，他会讲说好烦啊，好累啊，最近工作很不顺啊。我觉得听起来就会像是有点在抱怨事情。我朋友就会老是追不到女生，他就跟我说，又不是我的问题，我去约别的女生，他也没有说不行啊，那为什么他现在又怪我？你就是在抱怨啊。然后我就默默在旁边讲说，你为什么不能为自己负责？跟一个女生在约会，你又去约另外一个女生，你其实想做的是什么？你就是想劈腿啊，你就是想去约炮啊，你就承认你自己要被约炮，但你失败了就好了。原来那个就不要你，你为什么不能这样讲？然后你要去怪人家说没有，我有问说我可不可以啊？这种感觉，我会觉得是不要抱怨，然后为自己负责。我也觉得就是一般男生如果比较敢扛责任，我们常讲表现 man 一点，不要这样畏畏缩缩的。觉得吃饭这件事情就很容易看得出来。然后怎么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验，就是比如说有些人，我们今天点完餐，然后有些人可能会发现啊送错菜，然后这个时候呢要退不退也不是，通常有2种嘛，有一种就会觉得哎我就没有点啊，那你这个招待还是就是凹对方，或者是就是我不要这样。其实我也看过有一种朋友就是蛮 man 的，就是啊没关系，上错就上错了，那你等一下那边再帮我多点。可我后来发现这种人通常对女生来讲就很加分，对啊，因为他觉得你不计较，承担别人的错误，他就觉得女生很容易投射，就是我现在看到你的行为，我就可以想象。我懂了，你的意思就是说，以后我跟女生约会的时候，先告诉店家说，等一下要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刻意，
我送一道，不是我给的菜，我他妈我要到时候慢一点。有另外一个东西蛮酷的，就是以前跟一个女生暧昧的时候，后来我有问过她，就是为什么会喜欢这件事情。其实她有说，就是她有时候就很晚坐计程车，可是通常司机只要讲话，很多人就会觉得，她不想跟司机聊天还是什么。其实我那天也很累，可是通常司机只要一开口，就会一直陪她聊天。然后后来下车的时候，他就说，那你为什么有办法这样跟司机一直聊天？我说没有，他也在工作嘛，通常他也没有人陪他聊天，那你就当做好事陪他聊聊天这样。然后他就突然觉得，哇，你好会替别人着想。是啊，这是是啊，我觉得是啊。那我这边有分享一个，就是我觉得以我的经验看来，我觉得要有风趣幽默这件事情很重要。我身边有几个朋友啊，其实就是长得其实真的很不怎么样。我们这样长期相处下，我后来发现啊，他们女人缘超好的，就是因为她够funny，够好笑。就是有一些你会发现，哇靠，就是这样也可以，这样也可以。这女生会对她这么着迷。比如说讲一个常常应酬嘛，会去一些场合，这种场合里面呢，基本上女生通常是服侍，我们通常就是男生喝，然后他开心的时候，他就会叫少爷去外面拿热水进来，拿进来干嘛？你知道吗？帮小姐洗脚，做脚底按摩。你绝对没有看过，就是有人在酒店喝酒可以喝到，就是买一整组沙泵的那个去角质，然后放在那个酒店。等，你现在是说朋友去那个场所，他是客人，他是客人哦，然后他洗脚啊，然后他可以常去，然后去到就是每次只要喝开心，然后就叫他是恋足控吧，就叫少爷拿热水进来，然后开始拿沙泵。人家都通常在酒店都祭酒，没有他祭整组沙泵去角质在那边。如果说没有骗你，如果说女生有脚臭怎么办？他一样照洗啊。他有获得他的快乐。可是你知道那女生就很嗨啊，就是嗨到就是一个不行。然后后来发现这些基本上没有一个讨论过他手掌行为。是不是要去买沙泵啊？重点是明天开始就买沙泵去这样子。如果我真的站在女生看，我会觉得，这人很有趣。他也没有看过人家这样子啊，做出意外的举动，做出意外的一个差异化。意外举动，我倒是想到一个，就女生如果说她鞋带掉了，然后男生注意到她鞋带掉，第一个举动是你鞋带掉了，或者是第二个举动是你鞋带掉了，我蹲下来帮你把鞋带绑好。这个第二个举动超级有感觉的。我的想法里面啊，你直接去做一件事的时候，甚至问都不要问，关系会跨越的更多。举例来说，刚刚那个鞋带的事情，你有先一个问，代表说问了就是我在想我能不能帮你绑，这个侵略性有点偏高。这时候我要讲另外一个，就是我上次看到有一幕，其实我觉得，我就觉得这男生蛮加分的。上一次我们在开会，也是一对男女朋友坐在那边，大家在讲话当中，我突然看到那个男生呢，就是默默的拿起他女朋友的手机，然后把他手机壳卸下来。开始就是帮他女朋友把手机背壳擦干净，然后手机壳拿起来帮手机壳擦干净，然后再把它装回去。我觉得哇，好暖哦，超加分的，暖爆。可是这种就是没有人要求他，这已经变成舔狗的行为。暖跟舔狗是一线之隔，你知道吗？真的。我那天有跟小欧分享，可是我说那个我觉得他不像舔狗，我教你舔狗会怎么做。舔狗通常说，你手机很脏来我帮你擦，他想让你知道他帮他擦这件事情，他想要获得注意跟关注。我觉得舔狗他有一个东西，就是他做什么东西他要先告知你。刚刚我讲的那种暖的行为是，他就默默拿起来擦，然后他女朋友从头到尾没在看他，那女朋友还是跟我们看着我们在开会这样子。那舔狗就会说，你手机怎么这么脏？他就开始帮你擦。那与其擦我脸里面一起擦一擦好了。每一个步骤他都会稍微跟你讲，他要让你知道我在帮你做这些事情。舔狗是希望自己的付出可以得到回馈，得到回馈，他等值性的交换。受欢迎的男生或者说吸引女生想要探究，其实是他有一种双面性在，表象跟里面其实不一样。我举个例子，比方说韦礼安，大家都知道他就是写情歌很好听嘛，可是他私底下就是 IG 就是北蓝的，他会拍一些搞笑的迷音啊什么，然后女生觉得哇好可爱哦，你有这样反差萌。所以我觉得男生有时候会太专注在展现自己帅的一面或刚硬的一面、刚强的一面。其实有时候你知道，你可以 po 一些你是很有少女心的这个限动啊，或者是干嘛。我觉得这有时候是有一种意外的奇效，让女生知道说我不只是你想象的这样子哦。那这其实跟男生看女生也一样，就是女生如果有一种神秘感，或是你突然展现一个我不知道的你的样子，男生也会被打到。我觉得女生会考量一个点，是我跟你在一起之后的生活。我觉得长得帅啊还是什么，其实那个都是一时的，最后要回归到两个人相处之下，到底跟你这个人在一起有没有趣这件事情。我常讲的仪式感这件事情，它其实也会变得非常重要。我带我朋友问一个问题，就是我有个朋友他也30几岁了，长相当然不算是优秀，身高 OK， 身高170几公分，
但是他一直都没办法交到女朋友。就你们的经验来说，你们会有什么样的建议给他，或者是有什么样的方式呢？我觉得他没有所谓的一定的方式来的。我常讲嘛，学校不会教你赚钱嘛，当然学校也不可能教你怎么恋爱，所以其实这两个通常都是我们后天自己摸索、拼拼凑出来的。像我刚刚在外面跟麋鹿在聊天，我觉得有一个很有趣的话题是，到底有没有人真的懂得什么叫恋爱？一个正常健康的恋爱关系，它到底应该是具备哪样子的形式？像麋鹿刚刚讲的，它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方程式，是我可以教你怎么样去得到一个女生的芳心。有人可能觉得，你这样子很方你，可是有些女生看你这样，可能觉得你很猥亵。因为我先讲，我那朋友他其实已经很努力，但是女生还是觉得他就像是朋友一样的关系在。他也不算是不愿意去跟女生认识，因为他已经也很努力去跑酒吧啊，认识女生。我觉得这件事情他已经有跨出了那个门槛。我是一个非常理性在分析恋爱问题的人，就是从你刚刚的叙述，我觉得至少拆成3个不一样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他真的有知道自己想交怎么样的女朋友吗？他是想要女生比较爱他的，还是他无所谓，他是爱这个女生就可以了？那这就是2种不同方式，还是要互相，他要当照顾人的人，还是被照顾人，还是要互相才可以呢？这不确定。第二件事情是怎么样从朋友到恋爱关系，这是第2点，突破朋友期进入暧昧圈，这是第2件事情。第3件事情就是他太刻意了，因为他已经设定说，我今天做这些事情，我就是要认识女生，没有认识到女生，我就算失败。如果带着这样的想法去做事情的话，你第一个你会批判自己嘛，你会帮自己打分数嘛。我今天去喝了一个酒局，我没有要到任何一个女生来，我觉得我今天很烂，那他不会快乐啊。我觉得最快改善的一个方法，试着让他变得有自信。第2个是我们让他变快乐。其实只要扭转一件事情就好。我今天去喝酒，我为的是什么？我是为了要认识新朋友，我是为了要开心，是不是就是一件好事呢？就像我们今天遇到，我也觉得很开心啊，因为我们今天讲了很多彼此的人生嘛。交往怎么发生，是因为我跟你相处很开心，我们才会走到下一步啊。我今天来就是来把你的，然后我最后把到，我觉得很快乐。那这个快乐实际吗？那你只是狩猎成功而已啊。刚刚有提到第1点是说，要先厘清自己喜欢什么样的女生。对，为什么这件事情那么重要？因为如果你不厘清的话，你很像是我们今天去逛街，你就说我今天要买衣服，你买到所有衣服你都是快乐，你买了你不适合啊，你又不知道自己喜欢穿什么，你也不知道你要穿去哪、啊，你明明就是要去朋友的婚礼你才去买衣服啊，结果你买一件艾迪达运动外套，不对啊，好像为了交女朋友而交女朋友。他可能会遇到小问题，就是说我没有交过女朋友，我怎么知道哪个女生是我喜欢的？那你会怎么建议呢？我有一个方法，问小欧好了，如果你今天就是突然多200万，然后你这个月要花掉，马上要花掉，你会怎么花？就是它是完全多的，你没有压力哦。我应该会做一些蛮疯狂的事情。第一个先找朋友说，大家我们一起去某个地方去开心一下，花掉，对，把它花掉嘛。因为我觉得没有目的性就最简单啊，就大家一起开心，就是最简单的一件事情嘛。其实我已经了解你想交的另一半是怎么样，嘿，想不想听啊？好，你说，付费加入订阅会员，你可以收看。你刚刚讲了2点，第1点是疯狂的事，第2件事情是跟朋友一起狂欢。这个问题其实是在测验你在关系里面你觉得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那你刚刚讲跟朋友一起狂欢，就是代表你的另一半要可以跟你参加朋友的聚会，他要一起快乐，这对你来说很重要。不然你的快乐是没有办法被共享。你的概念里面比较像是你跟你最亲近的人们是一个群体，所以如果你的老婆、你的女朋友被隔离在这个外面，你是会觉得很分裂，你会觉得有情感是没办法共同，这是一种。然后因为你刚刚还讲了做很疯的事，所以也可能你的另一半就是要陪你做很疯的事，你会觉得他是战友，他跟你去体验去经历。如果他不陪你做很疯的事情，你就会觉得很孤单。我觉得这一点讲的蛮准的。你知道我惧高症多严重？我从3楼往下看，我就脚会发抖了。我靠！我老婆有一年她跟我许愿什么？她许说她去高空弹跳。我操！高空弹跳，我怎么站在旁边看？我到底要跳还是不跳？到底要陪还是不陪？最后还是陪她跳下去。对啊，这就是你的人生经验，你需要跟你一样疯的人去带给你刺激，因为刺激你才会感受到活着，这是你活着的快乐。这是我前阵子想到一个方法，灵感来自我看一个 Netflix 的纪录片，纪录片是讲财富管理的，然后那个财富管理就是会去帮一些破产的人。第一个问这些破产的人的问题就是你怎么花钱你最快乐？你花钱买快乐大家都会，但是他要厘清，你是买酒比较快乐，还是你买衣服比较快乐？如果你做这个东西快乐，你就买这个东西就好，因为另外一个东西买不买你没差。所以我在想说，其实钱跟恋爱是一样的。
其实一样啊，关联嘛。这个也蛮衍生出一个东西，就是我们到底知道我们要的是什么？一个真正的恋爱，其实并不是谈一个真正的恋爱，而是我们在每一次的恋爱过程当中去探索自己到底要的是什么东西。对，谈恋爱最后就相处，多数的人谈恋爱都是有很多的外在条件，或者是先天的条件。我每次分手的时候，我会先去厘清我为什么会不快乐，所以我只要去针对那些不快乐的点去符合这些条件的人就好了。然后我就会把那个东西一直加，最后我越来越了解自己，越来越清楚知道说什么样的人适合我，什么样的人不适合我。其实像你这样的东西，我认为其实它有一个风险存在，因为你只是用你快不快乐在挑选，就是你一定会有让我不快乐的地方，可是我也一定有一些东西不是会让他开心的地方。可是至少我们两个相处起来，其实我们有一个很好的 balance 啊，在一起的这一些时间，到底相处起来快不快乐，可能我就会比较在意这件事情。米露其实也是一个作家来的，是因为经验很多才有那么多的经验可以去做的一本这么厚的书出来嘛。想讲的事特别多，你知道写书过程中最难的是厘清自己的情绪跟自己的想法。我对这段感情感到痛，到底是哪里痛？是放不下的痛，还是被辜负的痛，还是没有被好好珍惜的痛？遗憾，还是觉得错过？我觉得我的经历算正常，没有比别人多，但是我可以把感受放大，把故事的细节补满。任何人的故事都是很精彩的故事，只是有时候我们没有用更仔细的方法去看我们的故事，去感受我们的故事，就是这样子而已。就有很多东西，我觉得可以去反省，或者说学习，都是可以的。其实这本书就这样。那米露这本书是只有你能允许自己快乐，最主要是想跟读者说些什么事呢？我想说，大家都是有选择的。很多时候，我们都以为自己只能是那个不快乐的角色。很多人都会跟我说，我想要记得他，所以我没办法放下他。我就问他，没办法放下他，你不会觉得很难受吗？如果你难过的话，为什么还要一直逼自己记得？但我听到一个我想象不到的答案，他说，有一天我不难过了，我好像就跟这个人没有关系，这是这个人在我身上留下最后的东西。我听了我就觉得很悲伤，你知道吗？虽然不是每一个分开都是快乐，但我现在会觉得说，曾经有一些美好的经验，我们去过的那些地方，我们一起做的事情，我们一起给彼此的成长跟想法的交换，这也是一种记得啊。不是说我今天一定要哭得死去活来，我才叫我爱过，一定要当一个悲剧英雄，我才算谈过恋爱。平平稳稳就不算恋爱，是这样吗？我觉得不一定。所以这本书最主要想讲一个观念，就是快乐是你自己选的，你愿不愿意这样子想，你愿不愿意看到好的那一面，然后你愿不愿意去探索自己一点，挖掘自己一点，去找到那些可以让自己过得更快乐的方法，不用再钻牛角尖。钻牛角尖真的会快乐吗？阿 King 你不是有大概翻了一下这本书吗？看完之后里面有几个感触的地方哦，就是男人应该出门要报备嘛。我以前也觉得报备不快乐，有一次是有跟一任，我后来就很认真的跟他报备，就是说我今天要去哪几点跟谁，然后后来发现他还是会生气，因为我那天报备的方法是我明天一整天我要拍业配拍到几点到几点，我中间不会回讯息，几点结束后我再讯息你，然后我自己觉得这个一套输出应该蛮完整的吧，没什么问题吧。然后我就那天行程结束后我才传讯息，然后他就回了一个然后我开始努力回想今天这一切我到底做了什么了，然后最后想摄影师女的没跟他讲，因为那个摄影师帮我拍了快10年，就是我今天要去工作，我就想说这个区间对我来说叫做工作。他是真的因为这件事情生气吗？对，所以报不报备根本不重要，重要是你去干嘛。我这篇写的其实是说，我们跟我们另一半的认知标准永远没办法对齐的，因为我们两个就是不一样的人，我们想的事情一定都会不一样。如果你真的是真心想为对方好，你就尽量巨细靡遗的把所有你认为必要与不必要的资讯全部都讲出去，不要觉得说这是对你一种压迫，因为你就心甘情愿爱他，你是为了不要让他担心说你做这件事情，就不要想说我有被逼或什么的，因为如果带着这样的想法，你其实真的有报备没报备，你都不快乐。有一种啊，像我常跟我朋友出去吃饭，就是走到哪都要拍到哪，传给女朋友看。我有遇过这种。我跟你讲，这个其实很多破解的绝招。我之前有一个朋友啊，自从结完婚之后，通常都不太能够出去玩，因为他老婆唯一保留给他可以跟朋友出去做的事情，就叫打篮球而已。Okay. 所以他每次打篮球呢，他都是习惯带了一个篮球袋，然后篮球袋里面可能就放了5、6套衣服，永远就是打一打，说等一下我再换一套衣服，然后就叫我开始旁边骂侧牌，就是常跟他老婆说他要去打篮球，他根本就没去打篮球，他可能跑去酒吧，就有一次他被他老婆抓到，因为他老婆把他所有传给他的这些打篮球的照片放在一起印出来哦，他说为什么只有你穿不一样的衣服？
别人穿一样的，为什么所有人都穿一样衣服，要帮大家一起带、啊，只有你穿不一样的衣服，要帮大家一起换衣服，一起换我操！直接被抓包。其实他也没去一些奇怪的地方，他只是有时候想跟朋友们聚在一起，可能吃饭聊天打屁。他的老婆永远就会觉得你们一群男生在一起就是要搞事，不然干嘛一群男生聚在一起？那像这样子的东西，它不是一个很无解的问题吗？怎么办呢？问你朋友，婚是他结的，人是他选的，他选的就自己负责。我是想问，就是说，因为里面书有提到，就是爱他就一定要跟他吃晚餐这一件事情。那篇在讲的概念是，那个是一种属于你们两个人可以互相交流的一个时间。在生活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或某一件事情是只有属于你们两个彼此？我是一个很喜欢散步的人，在公园散步的时候是属于两个人可以好好讲话、好好谈心事的状态。那当我知道我生活中有一个事情让我可以跟我的另一半有这样的时光去好好的对话、去谈心，那对我来说是有一种安定感。所以那篇想讲的其实是试着去创造你跟你的另一半这样的空间跟时间或者场所，那会带给这段关系很大很大的帮助。我们现在就坐在这张沙发上面，这叫做沙发时间。我们只是专注在当下，让两个人慢下来，我们才可以让我们平常没有想到可是需要沟通的事情可以浮出来，交流我们的心情。我觉得刚讲重点是沟通，创造了一个两个可以彼此把自己想法给抛出来，两个沟通的一个时间。我觉得我跟我老婆比较稍微特殊一点，就是她是蛮愿意跟我聊一些深层的话题。我们两个通常都会聊，就是说遇到了什么东西，或者是我们会聊一个事件，男生的看法是什么，或女生的看法是什么，我们想要去针对这个东西去深度的聊说，那你的想法是什么？那你看待这件事你会怎么解决？或者是会讨论一些话题的东西去聊。我们两个比较不用特别去创造这个时间，而是我们平常吃饭的时候就会在聊这个东西。可能我们会习惯的，可能看一个 YouTube 的节目，按下暂停，就你觉得你的感受是什么？这样的东西算是我们蛮频繁，而且我认为这个对我来说蛮重要的，增加彼此的一些养分在。我蛮常在外面吃饭，其实我觉得我大部分的时间在外面看吃饭的这一些男女朋友，也都没有什么在聊天，好多人其实就是各滑各的手机。这个在我的观察里面叫无效约会。约会其实分有效跟无效。什么叫无效呢？就是你们没有对彼此取得任何的了解，也没有任何的进展，你们就只是在外面吃饭滑手机。你今天也没有获得什么啊，你就是花一顿饭钱，你也不知道他喜欢什么爱什么，你也不知道他怎样会生气，怎么样会快乐。我觉得我讲的东西就是，我看到现在很多男生女生在吃饭这件事情上，其实真的远远比不过一堆老夫老妻认真聊天的。对啊，所以我就非常推荐大家吃饭的时候可以带着我出去，好不好？里面就有365个问题。真的里面有365问题设计好的，因为72篇72乘以5，每天翻一题，你就可以无限聊，好不好？至少我们这一年有聊不完的话。对啊，有时候只是没有个方向，所以当初也才做这样的设计，问一些我觉得可以更了解你的问题。那书里面还提到一点，就是聊天真的能够聊出感情这个东西，这个基本上叫做刷存在感，叫做重复曝光效应。探索欲跟分享欲是不一样的。探索欲叫做我想了解你更多我未知的事情，叫探索欲。那分享欲就是我觉得你听得懂我在讲什么，所以我想跟你讲。那这个分享欲呢，其实是自己想讲，是一种表达的欲望。但是真的爱一个人，你是想探究他的所有，所以大家也可以想想，这个恋爱里面探索欲跟这个分享欲哪个对你而言比较重要？可是现在有一个东西叫做 LINE， 照三餐问候啊，早安、午安、晚安，这个不是，他是有传那个莲花图吗？如果我们照刚刚讲，他是可能最频繁出现在他社群上，这有效吗？好感度是最低的，那是无效啊。那我们怎么样能够正确是可以最有效的关心？我非常推荐大家去教你的另一半或你在意的人一件小小的事情。你一定记得谁教你们骑脚踏车？我觉得我爸教我骑脚踏车，我不会忘记这件事啊，怎么可能会忘记？推荐大家怎么做，一起去做一件你们都没做过的事，或者是你教对方或请对方教你一件事情，那个时候留在脑子里面的那个才叫真正的存在感，无所不在。所以千万不要只会早安、午安、晚安，吃什么？要睡了没？起床咯。但我觉得刚刚提到一个点是问对方一个他的专长，请他来分享给你，这个确实是一个蛮有效的一个方法。不管是男生跟女生，我觉得都受用。当你去分享一个你很拿手的东西的时候，分享我自己还蛮帅的然后女生也是一样嘛，就是假设你今天问一个女生说某一块很擅长的东西，你问她也会觉得，会让我觉得我好像蛮在意你的这种东西。对啊，这个百害无一失，你又可以学
东西，又可以激起对方的分享欲，然后又可以增加你们相处的时间。对啊，这一招好好的学起来。就今天我们找到了一个共用的特技。对啊，所以我想要就是请他解释这个东西，就是封面有一句话叫"把自己放在有选择的位置，即是快乐"。那这一句话是想带给观众们一个什么样的启示？刚开始是我朋友问我当 YouTuber 好自由，我就问他说为什么你觉得我很自由？他就说因为你看起来每天都很闲啊，然后你好像工作的时间不用很长啊，你就讲讲话拍拍片就好。就是说我认真算我工作的时间，我其实比你忙，我休息的时间绝对没有比你多。为什么你会觉得我比你自由？那是因为我可以自己选择我要跟谁拍影片，我要拍什么东西。所以自由是在于选择。你其实不用想说我就是因为没得选，所以我才跟这个人在一起，我就是因为我条件不好，所以我才做这个工作。你不是啊，其实任何时候你想要过怎么样的生活，你想要谈怎么样的恋爱，你都有那个机会。只是我们太常把自己放在没有选择的位置去做事。只要你觉得自己没有选择的时候，你很难是快乐的。所以我会希望大家透过这本书也好，或者今天这一期节目也好，你就是知道你退一步，你还有很多选项，你不一定要待在你现在的这个环境里，然后你愿意改变，你就会更快乐，你就可以得到你想要的自由。就是我觉得身为人，你一定有得选择。可是我们蛮常听到身边人就说啊，我没得选，不管是在工作，或者是在感情，或者是在家庭，通常很容易就是你明明知道他不快乐，那你每次在问他的时候，他就跟你讲我没得选，哪来那么多没得选？对啊，是你自己不愿意跨出那一步吧？去 7-Eleven 你就有得选啊，不是吗？这边是选啤酒吗？最近要喝哪一罐？推出好多，我好烦哦。除非什么时候我口袋只有30块，买不起麒麟，那我只能买台啤啊，没得选啊。有可能也是跟你自己手上握有多少资源，要有着选择的情形之下，你自己本身也要成长，那就是你最大的资本。我来讲一下，因为我们前几天有跟那个我们的 IG 的观众提了一个让他们暖到心坎里的一些感受在，留言的人多数都是女生呐，他们的一些感动的地方。他就说有一次我喝醉的时候，朋友把我扶上计程车，然后我不小心在计程车上吐了，然后就跟对方说对不起，然后别人就说没有关系，他才意识到说吐的时候已经吐到对方的眼睛身上，对方还是很帅气的说没有关系，我来处理好这件事情。对，就是包容力而已对啊，他愿意选择对一个不是那么熟悉的人温柔。迷惘的时候会跟你一起想办法，即便你觉得这方法不好，对方依旧会持续的跟你讨论，因为你是在支持他，你不是在教他。那种解决问题就很容易变成一种上对下的教导。那其实对方在那个当下不一定要这个东西。我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不是只叫我喝热开水，还汇了10万块到我户头，叫我好好养病啊！这个到底要多么厉害？那个是 Sugar Daddy 吧？对啊，这 Sugar Daddy 了吧？那由于米露他有出了一本书，可以麻烦我们的米露帮我们介绍一下这本书大概适合什么样的人或者什么样的情境时可以使用的？这是我的第2本书，那我也有自己的 YouTube 频道，其实主题就是在讲两性跟所有的感情关系。为什么还要写书呢？是因为我觉得书才有一个完整的时间，可以让在阅读的时候跟自己对话，帮自己整理你需要怎么样的恋爱。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只会说我们自己很想谈恋爱，但一被问那你想怎么样谈，你需要怎么样的恋爱，你想要怎么样对象，其实不那么容易回答得出来。这本书有72篇文章跟360个问题，希望可以帮助你找到爱，理清爱，然后得到爱。那就预祝我们的麋鹿的书大卖啦！耶，谢谢。至少有1年的话题聊不完。对啊，这根本就是工具书，好不好？那我们今天最主要是在聊，原本是想说聊可能暖一点的话题，但是其实某种程度我们也可以从这个恋爱的关系更了解自己，或者是如果说你觉得今天我们分享的一些方法，那你真的有去实做的话，那也欢迎你跟我们说心得跟感想，或者是你有什么其他的小 paper 也可以留言或 IG 私讯给我们，让我们知道。好了 ，Fuck Life，看来你们对人生抉择是勇气啊，我们就下集见，拜拜，拜拜。